我特别喜欢一个词叫模板，它就像是一个 GPS 导航，你跟着走就能抵达目的地。套用过来人的模板，大概率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。而关于如何处理跟前任的关系，最完美的模板大概是删除。我的上一段感情持续的时间不算短，但结束得很仓促。我们的感情是从一束花和一句告白开始的，那个时候他的眼神真挚，我也确实感受到被坚定选择的幸福。在一起之后，他会在电影院温度降下来的时候为我披上外套，会在散步的时候把我护在里头，会郑重地跟我介绍他的朋友，会明确地表达不愿意做很多事儿。后来比起两个人相处的时间，我们更喜欢沉浸在各自的生活里。我去逛超市的时候，他待在家里吹空调；我跟朋友们爬山，他跟哥们儿去网吧开黑；我去楼下的餐馆吃麻辣香锅，他就去街对面吃油泼面。久而久之，我难以捕捉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快乐，也逐渐为这段感情附上无意义的标签。恰巧由于工作的原因，他去了其他城市，我们也顺其自然地分开。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觉得这份恋情是失败的，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，没有获得成长，只是强行将不合适的两个人捆绑在一起。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跟着最完美的分手模板走，把他的联系方式删除。上次我回了一趟老家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某张证明的过程中，我在床底下翻到了一个落灰的箱子。那是我的百宝箱，里面有同学录、手办、手链，还有各种信件。很多写信人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，但是看着每一样物品，我都能想到背后的故事。当我从那个箱子里翻出前任写的信和礼物卡片的时候，我有点愕然。信中的文字古板，但很真挚。礼物卡片让我回想起了他曾经攒钱为我买礼物的样子。于是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也曾经被如此真诚地对待过。那些被喜欢过的证据，让我重新审视着过去的这段感情。即使他没有陪我去逛超市，但是他在家里吹空调的时候，会顺手打扫好卫生。每一次他明确拒绝不愿意陪我健身的时候，我确实不开心，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勉强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。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喝醉了，喝完我泡好的蜂蜜水之后，他靠在我身上迷迷糊糊地说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呀，有你真好。当初的我必定也真切地在意对方，否则我不会连礼物卡片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。所以你是如何定义一段失败的恋情呢？有人说是熬过了异地恋仍然得不到圆满的结果，有人说是满心欢喜地规划着两个人的未来，但他却谋划着转身离开。有人说是妥协再妥协，对方仍然步步紧逼，最后丢了自己，也找不回快乐。好像把一份感情定义为失败的恋情很简单，删除对方的联系方式也很容易。本以为这样的做法是最优解，能够尽快忘记曾经如此努力向对方靠近，却仍然换不来一个好结局的回忆。可是当你为一份感情附上无意义的标签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你也否认了曾经的自己。分手之后，再去看看那些喜欢过的证据吧。如果那些证据写满了真诚，请你相信，
无论你们分手的时候有多难堪，那都不是失败的感情。你们曾经彼此真诚地对待过，曾经陪伴彼此携手度过了某段艰难的日子，曾经彼此依偎，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重。恋爱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在一起的圆满结果，而是曾经心甘情愿地为对方付出。这个世界上的相遇不一定都有结局，但你要知道，他们都有意义。晚安。